去！大佬，这200军卒守场，只怕明日午时张太尉的兵到了，咱们连半个时辰都撑不过去。哎，会有援兵吗？叫儿郎们打起精神来，天下英雄可都看着咱们呢。我们现在是张太尉喉咙里的一根刺，要叫他领教领教咱们汴梁侍卫亲军的胆色。城外副城下寨。是，人不多，该是不到1000人。带兵的将校是谁？副城外200-300步有真骑斥候，小人等未敢近前。这汴梁城里还有敢带兵抵抗的汉子？不是说那罪人前几日要引火自焚吗？听说冯令公回朝了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他回了京最好。弟兄们应该少费些气力，由他主持大局，这京城便可传习而定。怎么，路上遇袭了？贼军前哨，不足20里。是魏博的斥候，还是远滩蓝子马？魏博斥候，真和那远滩蓝子马要是遇上了，我这就回不来了。贼中可还立于行？马上全是金鹰珠玉，家私器皿，绢帛绸缎。妈了个巴子的！这帮阿扎泼财，从腋下到京城，竟是走了一条富贵路过来。你给我好生回话。某现在是义军主将。是。贼众沿着汴河漫卷而来，轻骑斥候在东，护卫侧翼；部族在西，4路行军，道旗却有8面，还有2顶阴雨造旗。阴雨造旗，那是契丹、沃鲁朵祥稳以上的贵人才能用的旗鼓制度。还有别的吗？道旗队列之间夹杂着很多义夫，未能向前，不能尽数。粗略算算，应该有1万人以上。夹带私财，裹挟民夫，1个时辰最多也就走3-5里路。看来午时是到不了了，怕是要等到日落时分了。吃点东西去吧。是，走走，累了吧？承旨，承旨，承旨，来了，来了，承旨。好生说话，说仔细了。承旨，贼军来了，东面。
传令全军据城10里下寨，事后前出200步，遮蔽大军左翼。叫弟兄们都小心点儿，那城里怕是有古怪。走，撤，撤，撤！张彦泽脾气大是真的，可若是论及用兵，天下藩镇众将里，及得上他的人恐怕不多。想让他大义轻敌，吃上一个小亏，怕是痴心妄想了。贼众虽远来疲惫，一退就走，却是无懈可击。张彦泽纠正容己，先帝与当今2代天子厌极了他，却始终不夺他的兵权。果然有些道理。今日打不了仗了，让儿郎们谨慎些。再派50个人，今天晚上调到那边去，守住那个口。啊，好。你在干嘛？回禀将主，卑职钱洪树听候将主差遣。你以为这闹着玩吗？这打仗会出人命的。回禀将主，卑职知道。哎，三哥，哎，三哥，当军，少时贼寇攻城，兵凶战恶，见识无眼，可没人照顾得了你啊。回禀使君，卑职知道。郎君知道还要一意孤行是吗？贼众围城，天清在即，区区一个吴越国检校司空，在京师之内一文不值，什么都做不了。卑职吴越亲卫第3都小校钱洪处，听候使君将主军令。你拉开弓吗你？行了。卑职可以迟钝。大佬，看马来报，张力出营了。铁骑5000，兵卒1万，共计6军，还有契丹1000。传令下去，各指挥紧守城墙，无令擅自出营者立斩。大声喧哗蛊惑军心者立斩。击鼓。骑兵第1响掠宣阳门，第2响掠营出门，摆步慢守。叫弟兄们都长点眼，不要靠近营出门100步之内，小心吃了那些童子的亏。
这是第几轮了？第4轮了。1拳300到500步，3拳就是2到3里地啊！你大早瓦力撞得很，保证个10来里也没打紧啊！那就再忍着他10拳。通知各指挥，提前半个时辰放慢。是。11个，少50辆，2个马军指挥都用过5发了。第10拳了。明军，让齐军回来。长官。赌一把，赌一把。全军接令！想嚷嚷什么呀？不是你说赌一把吗？我跟你赌一个金刀子，这是张太尉给咱们下的套子。啊！这手下倒是个有眼色。张太尉这番扭捏打扮，却遇到一个不解风情的憨郎君。男人将领法度森严，今日打不成了。步军先退，骑兵断后，收兵用饭。太尉，令郎此番错之，颇具大将风范啊！他日成就，不可小觑。不就是从头说到尾，死也不动他吗？咱们在城墙上不也是这般？司空说的是啊，小畜生担不得使君的谬赞啊。吃这饼还堵不住你的嘴啊！来，水酒给我接。再给我一碗。要不是我当时及时拿盾挡住，他又得中一箭。你这却又是何必？
何必？人都死了，拜与不拜又有何用？因为他本不该死。这个世道也本不该如此。终有一天你会明白，这世上的许多事儿，你不得不去做，却不等同于这些事儿都是对的。世道如此，或许无可奈何，或许被迫无奈，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。可是非总该是要有的，不管旁人如何说，如何看，自家心里一定要知道，这是错的。可世道的错也是错，不能因为世道的错，顺着世道做的事儿，便都变成了对的。什么人？滴血！滴血！怎么了？有人偷城！偷城！拉着他，跟我走。别队，别往正前，别人给我赶下去！应该是从西面绕过来的，否则纵然是走路，咱们应该也能听得见。夜里行军，不能骑马，但他们却得带着马来，否则一旦失机，他们想逃都逃不掉。那他们应该是牵着马过来的，将马放在西藏护城河边上，着人看守，然后再徒步从冰面上过河，再用钩镰之类的东西挂着绳索攀上了城墙。这样，我带一个骑兵指挥出去，从西面兜个圈子绕回来，将他们的马全杀了。张太尉打了这许多年的仗，你觉得他会安坐在大营里，等着你先宰他的马，再杀他的人吗？来，你信不信？只要你的骑兵一出，离开寨子1里方圆，就会从野地里凭空长出1000骑兵来，将你连人带骨头一并吞了，一根骨头都不会吐。这么大的城池，就算他趁着夜色送上去100来颗人头，又能记得什么事？再者说了，10000人以上的大军调动，火把都没点上几根，这叶下的兵如何能够夜间视物又不乱阵脚？依我看，张太尉此番布置，不是为了投诚，是为了撬开咱们的城门。咱们现在就是张太尉喉咙里的一根刺，不把咱们给拔了，他是没法安心攻城的。不就是个破寨子吗？啊，也知得太尉如此殚精竭虑，为了拽那寨中守将出来，将5000骑兵派到南面去设伏不说，将自己的亲卫孝杰都放到城楼上做了饵，本钱不可谓不大呀。不过，这寨中守将竟是个属团鱼的，连头都不肯伸出来呀！京师之中，
何时出这等人物？看来有料，下不得你若是张太尉，将大营扎在南星河畔，又会将粮草辎重摆在何处呢？那自然是越靠后越好，越是靠后便越安全嘛。能有多靠后？承旨已探查清楚，粮草就在此寨后方。传令下去，大火点着之后，不许恋战，速速撤离，除非碰到老胆的、丧胆的，给我往死里砍！好。余下的分成2队，一队绕到对面侧营，听信号，动手。大佬，这手中也有2个指挥啊，还有披了甲的，退吧。不急，把力使了，就是拿了那条大鱼。走，嘿，跟着大老冲！车臣快走，我等殿后。快走啊！
儿的男人甚是无趣，难怪杰里大夫不愿意陪你在这儿熬着，早早的回南寨睡觉去了。嗯。太尉，南寨失火！什么？南寨？将士们，多喝口酒，暖暖身子，壮壮胆儿啊！喝酒吗？喝。启禀主帅，末将率18支会自营后出寨向东，绕过阴山，沿南清河向西者，焚毁了瘴匿屯粮的南寨。你的18指挥，只剩下你身后这些人马了吗？而让我们以命相护，助我生擒契丹御史大夫耶律杰里，混账东西！小畜生！用兵之道，守在池中。可是你一贯的行险赌命，自己陷了便也罢了，却要折了我骑兵指挥，坏了我守城大计。你有几个脑袋？末将知罪。滚下去带队！诺。此人该如何处置啊？他是契丹贵族，除了令公，谁敢处置？我会亲自押解他进宫的。带下去。来人，在。这次多亏了大郎，给他撕一条羊腿，端一盆热汤过去。诺。喝酒吗？痛快。赵匡胤，字元老。正是在下。郭荣，字俊贵。郭太尉家的千里马，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。小司空不胜酒力吗？没看见在喝吗？司空就是司空，喝起酒来也是一番3品以上的计较啊！什么司空不司空？小弟钱洪处，字虎子。哎呀，有你在身边，夜间急切的时候，怕是都不用出门了。去你的！大郎，大郎，这儿呢。哪儿来的？
太尉赏你的，兄弟们都说你是好样的。滚！不白喝你的，一起吃。好，就不客气了。突然想起来，今天是小岁之夜。10年前的小岁，父王问我：“此生何所愿？”我那时好玩，当着一众哥哥的面说：“我要出海，我想去看看《山海经》里的鲲鹏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”天下的阿爹都一个样，心里明明开心的紧，嘴里却恨不得把你给剁了。我10岁那年，也是小岁，阿爹问我长大以后要干什么，我说：万军之中，临敌能陷阵，成未获之功，于愿足矣。当夜便是一顿好打。你呢？你想要什么？问你话呢。没有。真无趣。早知你如此扭捏不爽利，当日便不救你了。生在这个世道里，想要什么，似乎都不对。我记得去年的小岁，我正好在晋阳。当时我父亲心绪不佳，可家中的弟弟妹妹年纪太小，只能我带众人去问父亲。小岁当问来年夜，父亲平素简约，在军中颇有威望，却始终不得拜节朕。父亲心中可有所憾。郭太尉怎么说？他说：“高绝后路，无足论。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，于愿足矣。”好美啊！再煊赫的盛世，也终有落日；再不堪的乱世，也终会迎来日出。再一会儿，忍会儿啊！马上好了，好了。
第10日了，只怕过了这个冬天，汴梁城里就没有活人了。天寒地冻，守城固然艰难，可攻城的贼众只会更难。这话也不是这么说的。城墙可视，人心不可视啊。最初几日，凭着一腔义气热血，一番高绝后路，尚可支应。如今10日过去了，渭南多变，人之常情。再加上天寒难耐，敌中也不是孤军一支啊。杜重威在腋下还有5万兵，更不要说他背后的契丹人。倒是朝廷这边，号称征朔，有一个天子，却也没有一般呢。朝堂上也就剩下一个冯令公老头子，苦撑危局。京师之外，谁还在乎这个朝廷？谁还在乎这数十万的生命礼数啊？外无必救之兵，则内无可守之臣。罢了。守了10日了，也不知道相公们议出什么章程没有。不能议和呀，宁要坚守，不能比以死相守，对吧？我等必想以死相许，应难令公，令公，来了。文肃，令公，打开重元殿，上朝。看来今日是无仗可打了。回去与冯令公复命吧。你说什么？整肃兵马，撤回到皇城里。撤回去？那这城呢？不守了？当日令公颁下的军命，便是守城10日。如今10日已满，君贵兄，你是在与我说笑吗？元老，撤军吧。趁着现在张燕遭到军队还未调动，带着弟兄们撤回到城里。浴血11日，死了的、活着的，都是好汉子。
殿下，你们能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，余下这些弟兄不当枉死。枉死。守城那一日，父帅给了我18个指挥，满编18个指挥，是2221人。如今只剩下800余人。你现在跟我讲他们不当枉死，柴军贵啊，柴军贵！你们真他娘的无耻！不会有援兵的。我知道，再守下去，也是一样的结果。我知道，没有父帅的将令，此地便是某等葬身之处。太尉有令，全军撤回水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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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郎，咱就这么走了？娘的，这么呢？再打也打不动了。撤啊！那一开始就别让我来呀！行了。为契丹会同10年，岁次丁未元月，契丹大皇帝陛下制曰：请有皇王分尊北南，祭墓名誉，告谕四方。兹尔时事，以晋侯之资，困守绝瓮，田不过1城，众不足1旅，危身苟命，自成大土。朝纲稳于内，政治昏于外，致令天下纷扰，九州板荡，恶殍盈途，触目惊心。朕心敏测难安，唯念苍生之喘。欲解倒悬之机，南州赤子饥寒相望，故兴吊民之师，亲临夜变之间，期以扩清宇内，拯救斯民于水火之中。兹尔少君，荒靡失次，善计宗挑，辄敢抗尊，自起信端，冒读纲纪，涂炭非尔所惜，可自去尊号，迁居别业，贬为副议侯，以待明罪。以御史大夫耶律节里之东京汉儿司事，以右卫大将军张义军节度使张彦泽权东京留守，军国事务亦应委之。汴州官变，亲卫将校宜听差遣，领遵军命。有作奸犯科、狂悖武上者，朕岂吝五行之诛哉！亲哉，勿负朕望，贤使之息。这变完了吗？这已是最好的结果了。我不明白，
没有援兵，京师终归是守不住的。既如此，10日之前又是何必？为了一个体面，死了那么多人，就为了这样一个体面，值得吗？杜令公阵前降敌，张彦泽奔袭京师，为的不过是在契丹天子驾前下注，以效法先帝入主京师，鼎革大宝，君临天下。效仿先帝，也做儿皇帝吗？若契丹天子肯认这个儿子，杜令公与张彦泽自然会抢着认下这个爹。此国贼也，汉贼不两立，人心沦丧，无忠无义。在胜负面前，世人大多都会选择胜，而抛弃义。苍生社稷，忠孝节义，难道不是最无价的吗？这世上啊，真正无价的东西必是有的，只不过，在这朝廷的大殿之上，任何东西都必然是有价格的。不能以价格相问的东西，根本不会出现在这朝堂之上。你若不算，你便不配站在这里。令公和相公，是想看看如今这天下究竟有谁肯在大势已去的朝廷身上下注？北国势大，中原衰微，在大多数人眼中，胜负已定。若让尊兄来选，是压朝廷，还是压契丹呢？可令公与桑某，却只能压朝廷。这10日之战，便是要告诉天下人，在此人心背离之际，依然还有人在压朝廷。我家奉令公父率军命，率军驻守阜城，前后共计10日，战没671人，战伤732人。现奉命归城，向令公与父帅较令。该做的事情，能做的事情，都做完了。去老夫府上，把家人接回去吧。谢过令公。末将殿前承旨，侍卫秦军第18指挥，中书门下堂后侍卫秦从官，待遇器械赵匡胤。恳请令公顾念军心，体恤褒奖战没战伤和有功士卒。小畜生，宫阙之下，岂是你胡闹的地方？令公，全子无状。拿来。令公要的是什么？战没有功将士名册，还未写好是吧？无妨，老夫等着。
战没战伤的将士需要抚恤，有功的将卒需要褒奖。这即便是天真的塌下来了，也是要做的事。即刻带几人前去令公府上，把你娘和你弟弟接回家吧。是我失于计较，致使贵人陷于宵小之手，惊扰了贵人，有罪。陛下的诏命里还有一件事，需你我去做。是了，要迁废帝于别宫。只是据某所知，这汴梁城里并无第二处宫室可居。我也是，迁居开封府正衙便是。此事mau去办。京师这些穷酸做大，明知自家吃不上，却也不叫旁人去吃，坏了我与杜令公的大事，也不至于他们竟有何好处。中军，末将在。张榜图形，全城缉拿细作郭荣。末将领命。参见大人。下官吕应参见上官。下官见过相公。相公驾临府衙，所谓何来？怎么？我不当来啊？相公说笑了。子平是清泰2年礼部侍第6名。我记得不错吧？正是。一榜进士寒窗10载，适合12年才做到了京师判官。乱世搓磨，也无过于此了。契丹天子的诏命知晓了吧？学士院送来了藤卷。下官正在整理户籍填土账册，收拾印信案卷，待那位张太尉到来，方便移交。好，既然知晓了，那你听好。恭听相公君谕。自即日起，你便不再是开封府判官了。自你以下，
一应参军、衙役、书吏一体开革。念尔等10余日来奉职上称本分，本府开恩，趁着账面上还有些公帑，每人可多支3月钱米，各自领了。算去吧。开封府判官虽为左吏，按制却是堂厨之属。相公虽为枢密，却不当越过冯令公，除处京官。请恕下官无礼，不敢奉命。下官不敢奉命。下官不敢奉命。走吧，子平。你还年轻，还有家人。相公，薛某不才。已知大难将至，却不敢牺牲狗命，以窥职守。你想好了？不过是一死而已。原不着你，桑某才是大晋朝开封府尹。我倒是哪个大胆的错大，却原来是桑相公。你来的真慢啊。无礼，这是桑相公。我奉契丹天子诏命，接管开封府衙。桑相公，你素来是识时务，想必不会阻拦。我这个开封府尹还在，你接管不了。说啥？不肯奉诏。你这阿臧杀财，明明死期当至，还自以为得机，实在是夏虫不足语冰啊！上尉，你莫要给脸不要脸。桑某卖了燕云16州，宜修万国。而与杜重威卖了河北和京师30几个州郡，却又哪里来的脸面倒招给桑某？印信何在？砸了。户册与案卷呢？烧了。你这是得了失心疯，还是患了痰症迷了心窍？诸般筹谋，窥暗室，一番计算，总成空。桑某的路已然走完了，能以这条命堵住你和杜重威的路，也算是不亏。这条断头路，先帝能走通，杜重威却走不通，你更走不通，因为你是一个蠢货。好。
臧维汉作为后晋一朝的宰相，旧代史称其辟邪之治，地构之功，亦可谓社稷臣也。新五代史亦称灭唐而兴晋为汉之力也，其谋士之略、治政之能，也得到了时人的认可与推崇。然而，作为出卖燕云16州的直接责任人之一，也因此受到了后世儒家士大夫的严厉批判与鞭笞。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在《独通鉴论》中态度鲜明地批判臧维汉曰：“祸及万世，则万世之罪人。”中军，末将在。小谕全军，改假3日，全城大肃。打头阵的弟兄，大走第1日，其他人2、3日。让弟兄们记好时辰，大后日晚间，须使各自归队。谢太尉。